Hello， 大家好。冬天是欧洲石斛长花芽的季节，我的欧洲石斛陆陆续续的都长花芽了。就像这一盆是上个月给它换植料的那一盆，现在已经长出了很多花芽，几乎每一个枝干都长出了花芽。这是一盆杂交的欧洲石斛。杂交的欧洲石斛一般长花芽的时间比较早。我有2盆是原生种的欧洲石斛，它们通常都是在春天才长出花芽。看一下，这几杆都是新长出来的枝干。新长出来的枝干，我感觉它们比老的枝干更容易长出花芽。通常是新的枝干长出了花芽，然后老的枝干才陆陆续续的长花芽。欧洲石斛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，就是老的枝干每年都可以长出花芽。它不像春石斛那样开完花，那个枝干就没有什么作用了。欧洲石斛不一样，老的枝干每年都会在差不多同一个地方长出花苞的。这个是一个高芽，高芽也长出了花芽。几乎每一个新杆都长出了花芽。欧洲石斛，特别是杂交的欧洲石斛，它是一种非常容易种植也非常容易开花的石斛兰之一。这棵欧洲石斛我种植了大概有4-5年。如果之前有看过我视频的朋友，应该对这棵欧洲石斛比较熟悉。之前也有几个视频分享过这棵欧洲石斛的生长状况。当时买回来的时候，这棵欧洲石斛只是有4杆，几年之后已经长成了一大盆。这几年来，我有给它换过盆，但是从来没有分过盆。每一次都是盆太小了，就给它换一个大一点的盆，还从来没有给它分过盆。我喜欢把这些兰花养成一大盆，到它们开花的时候就非常的壮观，非常的好看。今年等这些花开完之后，我考虑给它们分一下盆。感觉这一盆真的是太大了，太占地方了。而且还有几位朋友等着我分盆呢。刚才说欧洲石斛是一种非常容易种植的兰花，在春天、夏天、秋天，它们的种植方法也非常的简单，只要是正常的浇水、正常的施肥也就可以。怎么样是正常的浇水呢？只要土壤干了就给它浇水，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见干见湿。在春天、夏天、秋天这一段日子，我大概是2-3天给它浇一次水，每次浇水都给它浇透，不是轻轻的洒一点水，是要它的植料完全的湿透为止。施肥呢，在春天我会放一些缓施肥，这些缓施肥可以维持大概6个月的时间，偶尔也会给它施兰花的专用肥。对温度的要求，我觉得它既可以耐高温，也可以耐寒冷。夏天我这里100多华氏度的高温，冬天现在已经是30多华氏度的低温了，它也安然无恙。它一直都是种植在室外，
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能直接的晒太阳。怎么样才能让澳洲石斛顺利的长出花芽呢？在天气转凉之后，也就是在11月份开始，我就减少给它浇水，因为这一段时间天气不是很热，它需要的水分也没有那么多。减少浇水不等于不给它浇水，只是观察一下它的植料。只要表面上的植料看上去已经非常干了，还是需要给它浇水的。而且我每一次浇水也还是把它浇透，只是浇水的时间拉长了。枝干看上去没那么饱满，有一点皱皱的，也是非常正常的。除了少浇一点水之外，温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之一。白天跟晚上的温度最好有几度的温差，比如说白天是60度的话，到晚上最好是40-50度的样子，让它冻几个星期，它就自然而然的长出花芽了。如果是在室内种植的话，室内的温度是恒温的情况之下，这些澳洲石斛就很难长出花芽了。它需要一个温差，就好像蝴蝶兰那样，需要有几个星期的低温，它才能够顺利的长出花芽。如果你有一盆澳洲石斛从来不开花，或者是花量比较少，可以尝试一下把它挪到晚上比较冷的地方。如果没有条件把它搬到室外去，可以把它搬到离窗边比较靠近的地方，或者是把它放在池库里面过夜，连续几个星期看看有没有好转。到它长出花梗，也开始长花苞的时候，就不要随便搬动它的位置了。这个时候如果经常改变它对阳光的位置，长出来的花苞就不整齐，开出来的花就比较凌乱，不是朝一个方向开了。澳洲石斛在它长花芽的时候，要不要特别的施肥呢？我在兰花长花苞的时候，从来不会特别的给它施肥。正常的施肥，正常的管理已经足够它开花的营养了。看一下，这满满的一大盆，也是时候要给它分盆了。虽然我不太喜欢，但是盆子已经长得满满的，也没有那么多地方放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，我会继续分享它开花时的模样。谢谢您的观看。